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本关于极简主义的指南，通过断舍离过上更轻松的生活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舍不得丢弃时该怎么办；第二，丢掉让自己疲惫的4种思维方式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舍不得丢弃时该怎么办。在书中，作者分享了自己从拥有600件衣物，逐渐精简到只剩下20件的过程。可能有人会觉得极简生活是不是太单调，甚至有些不方便，但实际上，作者发现，在物品变少后，生活反而变得更幸福自在。一切的转变，源自于他曾经非常喜爱的一只香奈儿包。虽然包包本身很漂亮，可每当他背着它照镜子时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他意识到，原来这只包虽然很好看，却并不适合自己。于是他开始尝试一种镜子法，每次整理物品时，不是单看物品本身，而是把衣服穿在身上，配件戴好，通过镜子观察自己的整体感觉。他惊讶地发现，许多曾以为喜欢的物品，其实根本不适合自己，也无法衬托出最好的状态。就这样，作者逐渐进行筛选，最终只留下那些真正喜欢、真正适合自己的物品。他发现，在物品变少后，生活品质却提升了，内心也变得更加轻松自在，整个人活成了自己理想中的样子。断舍离带来的，不只是空间上的清爽，更有以下6个意想不到的收获：一、心灵更加自由，生活更简单；二、节省时间，不再为找东西浪费精力；三、节省金钱，避免了冲动消费；四、精力更集中，能专注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；五、人际关系更轻松，只保留重要而真实的联系；六、找回自我认同，活出真正的自己。除此之外，作者还发现，在物品减少之后，家庭氛围变得轻松愉快，安心感也悄然回来了。过去我们常用囤积物品来填补内心的不安，如今学会放下，反而更能真正安心。再来是减少清洁频率，物品少了，灰尘自然变少，打扫起来轻松，家里随时都是整洁又清爽的状态，成为一个真正能让人放松的空间。更重要的是，自信心也提升了。你会发现，即使物品不多，生活依然可以过得很好。丢弃不必要的物品，也是在放下那些无谓的偏见和执念，学会接纳和喜爱真实的自己。如果您看过很多关于极简主义的视频，也想尝试断舍离，却总是迟迟无法开始，不妨参考一下书中作者提供的5个简单实用的小技巧，帮您轻松克服舍不得的心理障碍，真正迈出整理生活的第一步。作者推荐的5个断舍离技巧：一、卖掉物品前，先认真考虑清楚。很多人想着把不用的物品放到二手平台上卖掉，似乎既环保又能赚点小钱。但从您决定卖的那一刻起，就要面对定价、拍照、包装、配送等各种麻烦事。这些琐碎的事情很容易让人拖延，最后导致准备卖掉的东西继续堆在家里，反而成了新的负担。与其如此，不如先问问自己，是否真的值得费心去卖，还是直接舍弃，轻松干脆。二、先把可能不需要的物品藏起来。如果一时舍不得丢掉某些物品，不妨先把它们放进一个不常用的柜子或箱子里，隔一段时间再看看。如果这段时间里，你完全没想起它们的存在，生活也毫无影响，那基本可以确定这些东西是可有可无的，到时候再处理也不迟。这种缓冲期的做法，有助于减轻断舍离时的心理负担。三、拍照记录凌乱的样子。很多空间，比如厨房、鞋柜、衣橱，不知不觉就变得杂乱无章。试着用手机拍几张现在家里这些角落的照片，从客观的角度去看自己的空间状态，你会更清楚地意识到哪些地方需要整理，也会激发我想清理、我想让家里变整洁的动力。当整理完成后，再拍一张对比图，看着干净整洁的空间，成就感满满，
也更容易保持整理好的状态。4. 在昏暗环境下整理。有些物品在明亮的环境下看起来特别可爱、漂亮，很容易激起舍不得的情绪。作者建议，不妨尝试在灯光昏暗的环境里整理物品，光线变暗，物品对您的吸引力也会减弱，反而更容易客观判断它是否真的需要。尤其是情感物品、漂亮却无用的小物件，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更能果断做决定。5. 专门处理那些特别舍不得丢的物品。总有一些东西，不管整理多少次，还是舍不得扔。这时候可以试着想象丢掉它之后的生活，问问自己，如果没有它，我的生活会有困扰吗？或者回头反思，当初买下这件东西，是出于真正需要，还是为了填补内心的空虚？如果认真思考过后，发现这件物品并不必要，那就放心放手。如果经过深思熟虑，仍然觉得它值得留着，那说明这件东西是您真正喜欢、能够长时间珍惜和使用的物品。当您慢慢习惯这个筛选过程，家里物品自然会越来越精简，生活也会变得越来越轻松。物品减少了，生活中的选择也会变少，节省下来的时间和精力，可以用来做更重要、更让自己开心的事情。不要一开始就给自己太大压力，从最容易下手的地方开始，比如一抽屉小物件、一个鞋柜、一组厨房用品，循序渐进，你会发现断舍离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难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丢掉让自己疲惫的4种思维方式。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，都还藏着许多可以放下、可以丢掉的东西。若是能放下这些，生活就会轻松很多，内心也会更加自由。作者在这部分分享了自己在直面内心的过程中，逐渐舍弃、丢掉，并因此受益的4种思维方式。第1种需要丢弃的思维方式是总是想象不好的结果。您是不是也经常这样？脑海里老是浮现，要是失败了怎么办？万一出丑了怎么办？如果发生了糟糕的事怎么办？其实，这几乎是所有人都会有的念头。就连作者自己也坦言，曾是个超级容易担心的人。但静下心来想一想，您过去曾经担心的那些最坏的情况，真的发生过几次？也许几乎没有。人类的大脑天生容易预设坏的可能，这是生存本能。但与其老是想着坏的结局，不如试着去设想一些美好的画面。光是这样，心情就会变好很多，甚至还会对未来多出几分期待。而且，当你让自己轻松一点，松开执念，很多事情反而会顺利起来。当然，有时候消极情绪会突然涌上来，根本挥不掉。作者建议，不用强迫自己立刻变得积极。情绪低落的时候，就尽情去体验它、感受它。因为人到了谷底，接下来唯一的方向就是往上爬。逼自己在极度低迷的时候强颜欢笑，反而容易内耗。不如坦然接受，等心绪平稳后再慢慢重新出发。这就是成熟和真正的情绪自洽。第2种需要丢弃的思维方式是出于莫名的使命感而勉强自己。有时候，我们的确会为了配偶、家人、孩子而努力，这本身没有错。很多时候，这些亲密关系就是我们生活的动力来源。但问题在于，如果这种动力慢慢变成了我必须为您而做，我不能辜负您，那其实就暗藏了危险信号。一旦进入这种状态，你很可能是在勉强自己。这时候，最好的做法不是硬撑着继续，而是先停下来，认真问问自己，我现在真正需要的是什么？现代生活节奏很快，但其实有很多方法可以帮我们放松，比如减少一些无谓的步骤，甚至干脆舍弃一些不必要的事情，从而用更轻松、自由的方式去解决问题。作者自己就做了这样的尝试，比如，他把家里的靠背沙发和电饭煲都丢掉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沙发虽然有靠背，但它几乎不怎么用，反而占地方，还容易积灰，清理起来麻烦。电饭煲呢，也被压力锅取代了，
用压力锅去煮米饭，不仅米饭口感更好，像糯米一样软糯香甜，煮饭时间也能缩短一半，节省了不少时间。作者说，当你舍弃那些让自己疲惫、消耗自己的原因，生活就会变得轻盈起来，也更有勇气继续前行。此外，他还特别提到，学会向他人求助，其实也是一种释放。很多人总觉得，我不能麻烦别人，要是让别人帮忙，别人会不会觉得讨厌？但仔细想想，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很讨厌被别人依赖呢？其实大多数时候，当别人信赖我们，请求帮忙，反而会觉得被需要、被信任，甚至有点开心。所以，我们完全可以放松一点，不用那么拘谨，适当的向别人寻求帮助，不但能减轻自己的负担，也能让人际关系变得更加自然和亲近。这个观点很值得我们记在心里。接下来，第3种需要丢弃的思维方式是随便说事。生活中，我们身边总会有那种动不动就要别人配合自己的人。为了避免冲突，减少麻烦，很多时候我们会下意识地点头答应，顺从对方的意思，表面上风平浪静，但时间一久，真正辛苦的其实是自己。如果总是顺从别人，长期下来，会让自己越来越压抑，越来越痛苦，最后可能连自己的内心需求都不知道了。所以，作者特别强调，他人是他人，自己是自己，我们要学会划清界限。虽然在社交场合，很多人讲究察言观色，不要扫兴，别当坏人，但如果这种察言观色让您觉得累，觉得压抑，那不仅会伤害自己，最终反而会给身边的人带来困扰。另外，大脑其实有个机制，您越是强迫自己去讨好，去喜欢一个您本来就不喜欢的人，反而内心的反感情绪只会越来越强烈。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越是勉强自己，越容易心累。所以，面对让自己感到压力的人或场合，完全可以选择保持距离，哪怕是物理上的距离，也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。别再为了顾虑别人的眼光而委屈自己，尤其是当您自己正处于低谷或困难时期，最该照顾的就是自己。作者的这个观点，我觉得特别值得我们记住。有时候，拒绝是为了更好地善待自己。第4种需要丢弃的思维方式是装作自己并非真实的样子。在这个社会生活，几乎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理想中的自己。比如，我应该是一个积极开朗、八面玲珑的人，或者，作为社会人，我得坚强、能干、有担当。这些期待本身没有错，但如果为了符合这种理想形象，搞得自己身心俱疲，一直压抑真实感受，那就完全失去了意义。其实很多让我们痛苦的，都是一些无用的价值观。作者建议，我们应该学会丢掉这些不必要的执念，优先考虑让自己感到轻松和快乐的事。举个例子，有些人可能会因为自己内向、不善言谈、宅在家而自卑，觉得这不好。但换个角度看，这些特质其实也可以说成是含蓄、害羞、热爱家庭生活。如果你和这样的人做朋友，会发现他们往往非常可靠，值得信任，能安心分享自己的心事。而相反，那些表面上八面玲珑、喜欢成为焦点的人，也不过是另一种性格表现而已。所谓的缺点，很多时候只是因为我们自己给他贴上了负面的标签。如果换个角度看，他们其实是您独有的个性、魅力，也是你与众不同的地方。当您学会这样接纳自己，不再勉强扮演某种理想中的样子，你会发现，生活突然变得轻松了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更自然了。作者也说，这些思维方式和我们在处理物品、人际关系时的态度是一样的，舍弃那些让自己疲惫的、无意义的东西，留下真正重要的。希望大家可以慢慢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，一点点实践，逐渐过上自在不勉强的生活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
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